挨个金，我们来研究这个德米安怎么玩哦。前面呢，主线剧情被强迫换到他，那时候玩我觉得怎么玩都玩不起来，后来就发现他有枪的选择，所以呢，我也对枪支研究了一番。那同时我也有看到巴哈上有人发这个散弹枪的玩法，跟我自己想到的玩法其实也不谋而合。那我就讲一下我现在总结玩起来的缺点跟优点。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流派不太算是轮椅流派，而且它非常缺子弹，可以说是近距离的玻璃大炮。被攻击之后，系统会强制切换我们近战，会非常的卡手，用起来很不顺，要习惯一下。那好处是什么？就是我自己弄下来觉得造价很低，然后呢操作技巧也不算特别高，主要是能够快速起手。因为我们前面技能点数啊，还是强化装备，其实都用在克里夫身上。那换到玩德米安的时候会有点尴尬，就是要什么没什么，也没资源搞。所以那时候我在测试的时候算是非常简陋的版本，那我还是感觉到它的这个强大之处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得要深入研究一番。那还有其他优点，就是现在呢，我的状况是我已经几乎是可以一枪一个脆皮的敌人，什么弓箭手啊，或者是不迟钝的那种角色，基本上我都可以一枪一个。那如果是遇到精英怪，我也可以用精准射击，一发直接打倒。然后这个散弹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好像可以强制击倒敌人。那这一件事情在我玩的时候有发现，就是我用克里夫，我拿盾，但我被近距离那种拿散弹的小兵打到，我也会瞬间没有耐力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散弹呢？它的弹道比较多，所以它算是击中次数。那我在打 BOSS 呢，或者是我在打小兵的时候，确实是这样，我可以一发就让他跪下来，或者是让他僵直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有利哦。很多小怪我基本上不想浪费子弹，我都是打一枪，然后用刀处决它，非常的省事又很快。那讲到枪呢，我们当然第一个选择是要来想到底是要用长枪还是手枪还是散弹。那为什么我会选散弹？我们先从伤害来看，我之前测试下来啊，伤害呢是看子弹的数量，所以呢散弹的数量非常多。那在近距离能够完全打到所有的子弹的情况下，散弹的伤害是长枪跟短枪没办法追的。那因为这游戏好像也没有精准爆头啊，或者是距离计算伤害啊，所以我就觉得那选择上我当然是以散弹为主。虽然手枪跟长枪他们有自己的优点啊，主要就是距离问题，但是实际上打到后面都是混战啊，敌人一定是贴到你脸上，所以我后来觉得还是散弹好。那当然不是只有这样我才选散弹，是因为我还做了很多测试啊，比如说装填速度，因为我一开始在玩的时候我就想到装填手感其实挺影响，那时候我一开始呢就往装填速度去测。那我测出来之后，我觉得装填速度确实是有影响，但在我点出迅速装填这个技能之后，我发现它会有一个子弹时间，就是敌人会变慢，那我们在这个期间是可以稳稳的装好子弹。所以呢，我发现其实是完全不需要攻速的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个 build 非常大的影响，就是我们可以把攻速的空间全部省下来，换成伤害。没错，所以呢，我才觉得这个 build 还有研究的空间呢。可能有的人会玩出更不一样的方式。那反正我先讲我现在发现。好，那所以枪支类型的选择基本上就确定是散弹。那目前来说，因为不需要攻速啊，然后呢攻击力其实也没有明显提升，我还是以爆率高为主。那目前散弹爆率起手就有+2的呢，只有2把，一把呢是布里德的散弹，另外一把是杜海文。那这里的获取方式呢都非常简单，你只要走到定点，然后把东西捡起来就好。那位置的话呢，我会放在下面的连结，你们再看地图上的位置去就可以了。那这2把其实数值都一样啊，所以你只要选你自己看起来外观喜欢的就好。那可惜的就是这2把都不能染色。那数值的部分呢，我比较推荐爆率呢，至少是弄到10以上，15当然是最好，但是因为这个15呢有点吃装备啊，如果你前面就想玩的话，可能会有点难达到，所以我自己玩起来我觉得10以上效率会比较好，比较不会刮痧的感觉。那移速的话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德米安跑速有点快啊，所以我自己用10呢，我就觉得有点难控制，不太好控制我要的方向。那当然你如果觉得用起来15也不错，那你就用15，就看你个人选择。那防御的话呢，这个我不知道大部分人知不知道，因为防御力超过100呢，其实得到的效益就变很低啊，所以我会以防御100为主。那我现在身上这一套的配套呢，是完全没有去搞防御力的，我身上的装备呢，全部都是加4哦，我完全没弄，因为我觉得不是很重要，这看你，可能100的话比较不会那么脆，有可能是因为我用70级，
所以觉得效率不是很好。好，这看你个人。那重点就是耳环啦，耳环呢，我是直接转移克里夫的装备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把它弄满，所以呢，这个移速就来自于耳环。那耳环2个移速是加8，盾牌的话，小盾呢也是有加2移速的，所以基本上盾牌加耳环移速就已经满。那剩下就是爆率比较重要的是项链，项链加4，吃满的是加4。那武器呢，你刚拿到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吃满，就是加2爆率，那吃满就是加3。所以基本上武器加上项链的爆率打底就是7了。那你只要武器上呢随便插个爆率就行，就可以达到10啊。那我自己呢是插了3个。那记得齿轮在用的时候，手套跟鞋子不能上爆率跟攻击力的，这2个部分呢是不会提供在你的武器上，它是提供在他们自己身上，因为这个游戏有拳跟腿，所以这个里的伤害计算都是分开的，只有攻速或者是种族歧视类型的才可以生效。这个部分我是测试过的，种族呢你装在手上或装在腿上都可以发动效果。那如果呢你的武器没有种族可以插，你就先插攻击力。我这边有测试出来种族的效果差在哪边呢？那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可能没有差到非常大，就是我全插攻击力的情况下，跟我全插种族的情况下，这个差异并没有到我认为必须得要用。如果你前面合成呢一直弄不出来，那你就全部插加3攻击力就可以了。这个效果我相信是不会差太远，因为我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玩，那还是 OK 的。那这伤害还是 OK 的，只是说当然有种族会更好。我自己测下来，我自己感觉是 1.5 倍吧，就是有一点增加，比纯攻击力高一些。那身体跟头饰呢，我自己是上跑速啊。那如果你没有美食家，你可以上别的，因为我自己是觉得美食家用起来比较舒服。我这样随便吃一个食物都可以奶一大口啊，不容易暴毙啊。那如果你没有美食家可以用，你可以去上那个伤害减少，因为伤害减少效益也是不错的，在防御上的选择是这样。那不要把伤害减少放在盾上面，因为小盾我们不会开，所以它不会发动。你把它背在背上的时候，它只有发动防御增加，它其他的效果都不会发动。那再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，子弹到底去哪弄？现在的方法呢比较少，你要嘛就是自己造，可是造呢除了吃铁矿之外，还很缺火药。那我自己也没有找到比较好刷火药的地点，这只能纯靠捡，或者是你去商店买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武器店买，武器店买也是我认为最快、效益最高也最多，因为一次就可以买个40发，然后每天刷新，就游戏时间2天刷新一次吧，还是每天我也忘了，反正就是经过武器店你就去买一下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有研究院啊，研究院呢你去做自动补充啊，它会拿到一包无限子弹的，但是它不是真的无限子弹，它的这个无限子弹有点瞎，就是它要放一段时间它才会累积一颗，放一段时间才会累积一颗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逛图的时候，清怪可能不太需要花子弹，因为你可能在逛图不是每一次都会一直在战斗，你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战斗，所以你有时间让它补充子弹。那另外就是派遣任务啊，你去找艾尔南德的卡尔佩德火药制造所，你去派遣一次可以拿30个，加减用一下，因为它消耗人员很少，只要2个人，你弄个2个人，或者是你有机器人，你就抓一个机器人丢上去就好。但是缺点就是它没办法自动循环，那你还是要手动派遣啊，然后一次只拿30颗，我觉得就加减补一下吧。最快还是建议你去商店买啊，目前没有更好的解决子弹的问题。那技能的部分呢，我会比较建议优先点出迅速装填跟回避射击。我觉得这一个玩法最重要的是迅速装填，因为我们已经舍弃了攻速，所以在装填子弹上一定是个最大的劣势。但是刚好这招可以完全抵消这个劣势，而且会让你非常有时间瞄准。基本上我打德米安玩散弹不太需要喝到药，除了打 BOSS 之外。那专注射击呢，你之后呢能够点高就点高，这个打 BOSS 会比较有用，或打到一些精英怪会比较有用。轻怪的话我比较少用专注射击。那如果是火元素，你有拿到元素，你可以点的话就尽量点到2级，因为2级呢才会开启这个精准射击有元素伤害。那这样你在齿轮的选择上，你就可以选那个灼热火山弹，在你用专注射击的时候会额外给你元素伤害，那个伤害计算都是额外的。那至于其他我初期在测试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点太高，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技能点，所以我才说低配。因为我自己用下来，其实我根本没有把技能点完，我基本上就是点出迅速装填，然后我点了1级的专注射击，然后我连武器攻击力都没点，我只点了1，就是能用，然后元素我也只点了2。我就用这样的配套下去打，我自己是觉得这样的伤害已经非常的优了。如果我不说，你可能看不出来，这个是我没有点技能的情况下打出来的伤害。那点的技能呢，就是针对 BOSS 啦。
所以我自己打起来是觉得这个配套是不错的。那实战操作的部分呢，我觉得需要注意敌人的距离啊。我永远都是吃到系统的制裁，因为每次呢被打到呢，或者是我们掉落到一个台阶下面，都会被强制切换武器，所以就变成我没有办法举枪啊。我以为我举枪就变成近战，就有点靠背，就是被打到的时候，你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拿着枪。然后另外就是专注射击，它的前摇太长，你一定要拉一段距离再用，不然超容易被打断。你如果被群怪围殴，我会先跑到一个远的距离，然后再用专注射击。那闪避射击呢，其实是在打群怪的时候是比较好用的，然后打 BOSS 呢也很好用。这一招其实就跟那个主角无限爆炸键玩法有点像，非常的无脑。你用这招的话，可以基本上是轮椅玩法。只是我觉得这招有个问题是我们用散弹，所以你必须要贴脸。这就看你了，我觉得这个翻起来有一点像那个饭，ADC 贴脸超靠背，很危险，这看你自己。那你要无限连发也可以，你就记得喝药，去搞一瓶无限耐力的药。这个制作呢，只要出街药剂就可以做，而且我记得材料很简单，短角啊，你打一些有角的动物就可以弄到了，然后羽毛也超多的。剩下就是空瓶比较是个问题，因为你要去弄空瓶。那空瓶的部分呢，我那时候在弄，我有发现了，女巫卖的空瓶是最多的，你一次就可以买20瓶。所以呢，你女巫有开的话，你就记得去找女巫买一买。那一开始的这个女巫是没有用的，她没有卖东西啊。在艾尔南德一开始那女巫我找不到了，反正不重要。那女巫一开始没东西，也买不到空瓶，妈有个烂的。那其他女巫呢，我就标在这边了。如果有人还没有开到女巫的，你记得先把女巫打开，因为女巫给的东西很好，还有很多齿轮制作的制作书。再一个就是我们后来任务解到的第2个女巫，其他的女巫你都要去路上找，他们的触发任务是有条件的。我建议你是网络上查一下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查。你现在问我，我可能也忘了，我也是得查给你。他们不是你走到那边就可以开了，你是要先去解任务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枪的位置在这边，这个地方，在这艘船上，而且它是放在船舱，你去船舱找，不是那个大船舱，是好像是那个小的，就是船员的船舱，不是大船舱。然后这个另外一个，它是放在营地最里面，然后有个地图的后面，它藏在后面。反正这个位置你自己去找一下，也可以看得到。好啊，那这一期就这样吧。你看你们有什么疑问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你想看这个德米安的衣服啊，去哪里搞？因为我身上这套是制作出来的，那这个过程有点繁杂，我还没剪起来啊。我想说，如果有人要看再说吧，或者是你想知道齿轮怎么弄会比较快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。那我们就下个主题再见吧。